来这儿就一辈子。来这不一辈人的，就一辈人。当年咱们这个建设三线的时候，这个人从金沙江下来，第一个登陆的地方就是这儿，对吧？当年就是个小村子。哎，对，以前这里是个很小的小村。这一代一代的人啊，在这个城市里，就及时的根据定位来转型。你看现在这城市变化就又不一样。Hello， 小伙伴。上次从泸沽湖拍完啊，我们顺着这个金沙江这一路往下走，过了远处那个山弯弯，看到没？走到这儿来，虽然现在这江水看着还是挺急的，但这儿已经算是趋缓了。然后在这一个相对窄的地方，这就叫拉闸渡口。再往下走啊，就到了整个长江上游的第一个地级市，啊，这个长江第一市攀枝花。这个地方已经有1000年历史了。咱不往远了说啊，就来过这儿的熟人，你就数吧。白居易、刘秀，啊，你要再数数，那就是诸葛亮，啊，诸葛亮写《出师表》的时候也提过这儿，他也在这儿走过，啊，还有像这个三线，当年咱们建设三线就是从这儿出来，然后建了这个攀枝花现在这个城市。所以说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，而且这是一个，就是整个这片山沟沟里啊，就人类遗迹就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。所以说这里有各族的人，然后有各种不一样的好吃的，所以我们下去看一看。思为北征，宜先入南，故5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不毛，什么来着？原来你们这算云南啊？建设攀枝花了以后划过来了吗？才把我们云南划作四川省。哦，明白了。哦，所以你们口音是云南口音？哎，对。所以那边是凉山，那边凉山，哎，然后过来是攀枝花，对，然后那云南在哪边？云南在南方，云南在这啊，我们这边，对，凉山嘛，所以这边应该是有彝族啊。我们这边就是攀枝花和云南交界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彝族要多一点。来这边村有啥好吃的？本地的这个山羊肉。山羊肉啊。哎，你说这早2年拍长江，哪有不吃鱼的？完了，现在拍长江，只能找羊吃了。哎，好，现在想想，看这第1集、第2集，那路都不堪回首。你看到了这儿，啊，春暖花开，啊，就是现在这海拔还是1000多米了，但这明显风貌不同啊，啊，这小花，你看，紫紫的、红红的，啊，糊里糊涂的。
这是我们的羊。在俄语里边，要是说这个男的特流氓，就骂他是公山羊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山羊其实是一个特别邪恶的一个形象啊，所以今儿我遇见你，也算是替天行道。拉扎古道是自然形成，在金沙江穿越了崇山峻岭之后，在此地突然平缓，于是就形成了天然的渡口。所以在秦汉之前，彝族人就在此形成了村落。与国外截然不同，黑山羊在彝族人的生活里不仅是山里重要的食物来源，也具有着独特的文化象征。那个时候，墨子说：“有恐后世子孙不能进军以取羊。”彝族人把黑山羊当成是吉祥的象征，婚丧嫁娶都要杀羊。把整只羊的肉熬到整只羊炖的汤里，这是当地独特的吃法。虽然费时，但绝对值得等待。为了品尝到彝族人独特的原汤化原食，我决定先到村边的成昆铁路线转转。那这就攀枝花啊，看着跟那个酱牛肉拉成丝儿那个似的，但是嚼起来是脆的。这是它的什么花蕊吧？对，花蕊。还行，没什么苦味儿。它这个攀枝花就是你吃的时候呢，你先要用开水给它汆烫一下，汆烫个几分钟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用来凉拌或者是炒腊肉都可以。一般我们这边都是可能炒腊肉比较多。可以再加点辣，这辣我能受了。这地方原来就是火车站啊。火车站在那边。其实以前它是通着成昆铁路线嘛。然后其实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都是坐火车。我们1、2年级上小学的时候嘛，就是前面那个文史馆那儿读的书，然后初中的时候我们就要到洞里面去，星期五回来，星期天下午又坐火车进去。你那会儿是坐火车？对。然后你住这个村里，出去上学就坐火车出去？对，坐火车出去。原来这个地方是有2个码头的，然后下面一个码头，上面一个码头，但是也没有修那个桥，那些大卡车呀，那些要从这儿过的话，都是坐的渡船过去。从这儿坐渡船去那边。对，渡船到那边去嘛。所以你们这个村是原来修铁路的人建的村？也不能这么说吧，以前都有这个村，只是呢，他当时修铁路呀，他这边建了一些厂嘛，然后呢，可能就带动了当地的一些经济。但是现在铁路停了，然后那些厂基本上也都停了，就可能这个村里面的年轻人就比较少了，基本上年轻的都出去外面打工去了。那村里年纪大的当年都参加过这个铁路建设吗？年纪大的本地的参加的比较少一点，他都是外面的那些民兵呀、民工呀来参加的。因为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车就是属于绿皮火车，它那个时候的车费很便宜。然后你有的时候上火车，你就会发现，你上的这一节火车可能就会有鸡呀、羊啊、鸭呀、羊啊那些都有，然后还有可能有人卖菜呀，有人卖水果都有。基本上当时我们村的话，应该也算是靠那个火车，是很多人还是承担了几代人的一些回忆吧。但是说那个火车要停运的时候，大家都还是觉得，还是挺舍不得的。我们以前就是出门我们就坐火车，就直接到金江，然后再到市区就很方便。然后那些车上的那些工作人员呀、售票人员那些，对我们这些也还是比较关照的吧。基本上就是如果没有遇到那种严格查票的哈，他也会不用买了。然后有的时候遇到那种他们在火车上不是有推销东西吃的吗？他们也会给我们发一些东西吃。以前还是挺好玩的，怀念小时候。2022年12月26日，我国的新成昆线宣布建成，设计时速160公里，而跑了半个世纪的老成昆线正式告一段落。老成昆线北起成都，南至昆明，沿线地质情况复杂，被称为地质博物馆。
国际专家一直认为在这里修建铁路是不可能的事。可是如果不修铁路，外边的人进不去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地区发展就要掉队。当年的成昆线设计时速80公里，全长1096公里，1958年正式开工，1970年才完成。为了修通这条路，打了427个隧道，建了991座桥，这样的困难可想而知。1984年12月，联合国把咱们这条老成昆线称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3大奇迹之一，还颁了奖。另外2个奇迹分别是美国阿波罗号带回了月岩，以及苏联发射了第一颗地球卫星。而那一年我刚出生，还不到半岁。那个时候铁道兵来在我们这个地方，大小人平均每人1年才有60斤保护板板。他们就节约了8000斤粮食来救我们。我就又来帮忙我们修大沟。来帮我们修大沟嘛，那些，哎呦，完全是知青那些干部吧。来当我们同志。面子上他到时候说他们还是管用，真让他们积极。实际嘛，那些大学生啊，没干过活路，手机板都起大泡泡。哎呦，说起他们那些嘛，这也说不出来。那是66年71年起，一直干了3年，3年要毛主席说的。你们3年干不好嘛，我去毛路来看你们。我们离活路，他帮助我们干，一切铁道兵辛苦。这里一天吃3顿饭，天亮7点钟吃饭，吃早餐，吃了就去出去干活路，人家又不会在那里干一下。这衣裳裤子啊，打洞子，每天出来都每个出来都是，这衣服是10两。103个。死了103个人。就挨晚上吹大风就把打死那么多。吹大风就能砸死人。吹大风下大雨。共计103个。103个人。一些伙子啊。工地咱没见着，还没有去。还没有上班，5年才完成。5年完成了。这个乐观有点实际。你家也记得些那样嘛？你说给他们这姑娘、这儿子些听嘛。要可嘛，没得说唱。而且可嘛，生活也紧张。那这个通车那天是什么样啊？一下都很欢迎嘛！一通车来，他们小红旗那来，一下在路边站着迎接吧。迎接火车来。下这个桥。生产队们组织一个宣传队。到每一天下午嘛，轨道车开起，这期我们可以演出。年轻时候的时候。我们都是很高兴的，很高兴的。我们高兴。唱歌跳舞嘛，好玩的很呀！我时候脑袋就这样没下。乐观是学文艺的组长。他爱跳，他爱说。您那时候也是文艺积极分子啊。那会儿您是跳舞，他唱歌。他倒很不跳嘛，他指导人家跳。指导人家跳。指导你们这小姑娘这。你那个跳得不好，他又会说人家。那你俩咋认识了？他指导你，你俩就认识了。他老指导你是吧？
这玩意儿咋弄啊？这个蘸水怎么弄啊？拿这个汤，哦，浇上，然后呢？浇上就行了。这个盐就连在这里面。哦，先拌嘞，拌一下。拌一下，拌匀了就可以蘸了。这蘸水里边有剁辣椒，有干辣椒，然后薄荷叶，还有花椒，还有花椒。哎呦，有海椒。哎呦，这羊这带皮吃这个羊啊！哇哦哦哦！哇哦！老了，拿关水。哦，感觉被羊咬了一口。就这个又呛又辣。我再吃一个，我再挑战一下。第二口少蘸了一点。哦，这个薄荷香特别浓。然后还有那个呛辣加香辣，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吃到过的。所以这个小村呢，其实就是当年咱们这个建设3线的时候，这个人从金沙江下来，第一个登陆的地方就是这儿。所以在这个村子里的老一辈儿，基本上都对修成昆线啊，修这个成昆铁路啊，它是有记忆的。对。啊，本来啊，就是这个黑山羊，是我们打算买下来的。让老板听说我们是来拍这边这个故事，就说明天他也过生日，然后死活别要我们钱，把羊杀了，把村里人都叫过来吃了，弄得不好意思。再吃一口。就是黑山羊，其实看面相的时候就不太好惹。这个羊就是当地的，就是当地人彝族人的这特产啊。所以说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个啥？它是一个当年来的一个渡口，然后从这儿开始3线开始建设，然后里面建了攀枝花市，所以有很多外来的饮食习惯，再加上当地的食材。所以在攀枝花市呢，就形成了完全一种新的饮食习惯，但都是围绕这个羊肉来的，这就很不得了。有这个蘸水，还具有薄荷的香，胡辣椒的呛，香辣椒的辣，然后你这个羊肉啊嫩嫩的，往那啪那么一蘸，了不得。我们就往攀枝花城走了。其实今天见到他们还是挺亲切的，因为这个当地的人特别的友善，然后大家都很 open 啊，然后还给我们讲了很多过去的故事。你会觉得走到第3站的时候，我们顺着这个路往里走，你会发现整个这一路的建设其实就是当时全国的人这个有解放军，有居民，各族人啊在一起齐心协力建起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对攀枝花城还是很期待的。据说啊，这个攀枝花城里面的很多吃的也都跟这个羊有关。说这个城里有个米线啊，也是以这个羊汤打底的。所以今儿在这儿啊，这个小试了一把之后，还是非常期待的。我现在啊，沿着这个金沙江，这顺着山路走啊，路是非常曲折的。但是呢，这腾势 N9啊，它搭载了双腔空悬，所以呢，这个底盘的质感是非常好的。而且啊，它采用了 E3方技术，全车有3个电机，所以这个车有很多特异功能，全都是奔着安全去的。我们现在就开着车就往攀枝花城奔了，看着沿着这金沙江啊，你看，哎，这一片望去啊，这就进城了。老板儿，要个大碗的羊肉米线。啊？1碗1碗。我要羊肉跟，就要羊肉，纯羊肉的。大碗双烧，只要肉是吧？对，只要肉。双烧啥意思？双
还有啥臊子？有那个羊杂，你可以羊杂和羊肉一样大。行，双臊。哦，这么一大碗啊！哎，看这一碗，哇，可以。哦，这个羊肉汤啊，就这个羊肉汤跟我们吃就是在村里吃的那个非常像那味儿。我这是要的双臊，一半羊肉一半羊杂。这个米线的特点是在于，就我面前这一堆，你都可以往里面加啊。这应该是花椒面，加点盐，然后加点柴火辣椒吧，这有点遵义的意思啊。加点薄荷，这有点云南的意思啊。再来点酸菜，这又有点北方的意思了。这是酱辣椒，这有点蒜蓉酱的意思。这是青辣椒，再加点青辣椒吧。就这一盆，我就问你给打几分？吃上一口啊，这就是攀枝花，羊杂羊肉米线。好。眼泪都出来了，这一口进去啊，花椒面那个麻，薄荷叶这个香，再加上这个柴火辣椒这个呛，哎呀，这味儿太杂糅了。你看，就这一口面条，我就又想起刚才那个兄弟了。所以你说这人世间好的相遇，他就会一直铭记在心里。你说那个兄弟萍水相逢，他就是那么的香。哇，好爽！其实就从这个配料上就能看出，这个米线它非常具有攀枝花的特色了，就是它非常的杂糅。你看，它有云南的东西，然后有贵州的东西，然后有四川的东西，然后又有北方的东西。它就是因为攀枝花当年这个地方建立这个城市的时候，它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，然后又因为它这个叫延边嘛，这个延边镇本来更靠近云南，又被划到四川，就这种各种历史因素，它形成了这个攀枝花特有的这种杂糅的味道。其实啊，你看你来这个攀枝花呀，你原来你知道它是个3线城市啊，这3线城市干啥的？工业嘛。但是你到这之后，你发现它现在已经主打的不是工业了。说个冷知识，四川省 GDP 第一的是攀枝花啊，就是因为攀枝花它现在在搞啥呀？搞这个水果啊，所以根据这时代的变迁，整个城市定位都变了。这一代一代的人啊，在这个城市里，就及时的根据定位来转型。你看现在这城市变化就又不一样。吃完这一口啊，还有好几口。吃完好几口啊，我再吃一口啊。再吃一口，咱们就去看看攀枝花。你看，这就是攀枝花市，这是我国唯一一座以花名来命名的城市。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刚成立没多久的新中国，重工业和军工业产能主要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和东北，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这些产能多数都摆在了别人的眼皮子底下。1960年代，由于国际环境的突然恶化，
为了确保产能布局的安全，所以我国在备战需求的背景下，决定进行3线建设。3线顾名思义，即沿海地区被划定为1线，长城以南、韶关以北、京广铁路以西及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被划为3线，而1线和3线之间则为2线。当时的3线建设主要以重工业和军工业为主，目的是大力开发这些偏远地区，尽快形成生产力，而一旦国际局势有变，大后方随时可以转产。于是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成昆铁路、攀枝花的建设开始了。许多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国家的号召下来到攀枝花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在这里挖矿建钢铁厂。随着攀枝花钢铁厂的落成，这里逐渐从不毛之地变成了我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。这是啥玩意儿啊？爬虫爬沙虫啊？这是干啥用的？吃的。咋吃啊？油炸了。这是哪来的虫子？从岸上。这玩意儿咋卖啊？2块3块。啊？2、3块一条。哦，论条卖。啊，论条的。一般是买几条啊？看这个。10条是10条的意思。哦。哦。我买上10条吧。好的。啊，谢谢啊。你好，同事。你好呀。播放音乐。出发。看这老厂房，就这个其实是攀枝花非常有年代感的东西。我们家原来住那个楼就有点像这样，在这个城市里会有一种非常强的复古感。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过去那个阳台啊，都不是封的，它就是一个铝合金的那个阳台。有钱了，后来流行这个东西，就自己家又添钱又变的。我们现在到江边去看一看。原来的时候，这个江两边是什么样？哎呀妈，这江水原来是个泥汤子，泥汤啊，泥汤子啊，就是浑得很。这江水什么时候变颜色了？就是以后就是修水库以后，现在加上这个环保力度也大，这个水质越来越好了。哎，您原来是攀钢的？攀钢的嘛？我听这口音东北的。对啊，跟着父母来的，几岁？可是你父母是第一批。对。哦。对。我们都是属于攀枝花的2代了。都是小时候放养啊，家家都是7、8个小孩、5、6个小孩的，我们就到处野到处玩的时候，东家吃了西家吃。那个时候小时候不像你现在，连对门是谁你都认不到。我们这楼上楼下左右邻居都认得到。啊。那个年代。支援3线嘛，响应了毛主席号召，不，60几年嘛。60几年。嗯。那会儿那时候不毛之地嘛，没人。就是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什么样还记得吗？叫来就来呗，还想这祖国建设嘛，想来就叫来就来了，我没想别的。叫来就来了。啊，攀钢原来是个山，是个荒山。啊。现在这个攀钢主场就叫弄平，为什么叫弄平呢？领导人说这个山弄就平了，
啊，就全部就现在主场区就建到这儿了。弄平啊，住个甘达磊，喝金沙江水。那时候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。那时候甘达磊的房子，甘达磊就是拿泥巴，两边加个木板这么冲，就做墙。攀枝花建设的所有物资都是汽车拉过来的，人扛马条嘛，人扛。原来攀枝花是没人，你像渡口桥这个就这个大桥这儿，当时只有4户人，4户当地人，不毛之地，生建起来了，就生建那么个城市起来了。对啊，这个我们现在啊就往矿区走。这个其实啊，整个这个攀枝花这城里边，四处都是有这个攀钢啊、矿区的痕迹的。但是我们去到那个家属院宿舍区里去，看看那些老人，看看那边家属楼现在什么样。城市领航已激活。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击。今天我们来到攀钢，这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热火朝天的模样，很多厂区也已经停用。你或许会好奇，这是为什么？其实到了2013年2月，国家批准成立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实验区，攀枝花全域进入实验区，这个城市再次肩负起了国家使命。当年的钢铁基地要从粗放型的资源开采型转型到资源深加工型。时至今日，攀枝花转身变成了我国唯一的钛工业基地，同时还转型成了康养城市、热带水果种植重镇以及天府第2粮仓。过去的钢铁厂已经成为了记忆。为了寻找3线建设的故事，我们寻访多处，来到了当地的蓝间社区，这里据说还住着一些当年攀钢的老人。你哪年到这儿来了？66年吧呀。66年。哟，您今年高寿啊？都83了。您80多了？哟，这可没看出来。83了。哎呦，那您东北哪儿的呀？您东北哪儿的？东北辽宁的鞍钢。鞍钢，哎，我是济钢子弟，我们济南钢铁厂的。当年我们那儿也是鞍钢过去了，也是鞍钢过哈。啊，对，鞍钢过来好多哟。是哈，啊，都是工种好的，不好的都不来呀，不要。哦，只要闪现嘛那玩意儿。哦，您当年啥工种？车工。车工。哟，那您过来说20出头。过年来那玩意儿才20多呗。20多。那走那天多少号来着？2月26号、27号。66年2月26号。我也是鞍钢来的。啊，你也是鞍钢来了？他也是，父亲是鞍钢来的。哦，鞍钢来了，哦。都是一样。不是这当年这20出头，让你从东北直接到这个不毛之地，你当时你啥感受啊？愿意来呢，还都愿意来呢。光荣是吧？是啊，愿意来。神趁谁过？哦。自然闪现，谁不愿意来呀？哦。那您当时是坐火车来啊？都是火车，火车都是那人嘛。啊，那火车从鞍山直接到这都到不了攀枝花吧？到不了，到哪不知道。好多车呢都。啊。咋到了攀枝花呀？这到北京那边没有，我是过这儿来的，我那玩意儿这也没有火车呀，都是坐汽车呗。坐汽车？坐15天呢。15天？啊，可不15天半个月。才到这儿来？可不，那是。来这儿就一辈子，来这不一辈人呢，都一辈子。哦。有时候回家完带回来呗，让那有啥法都是一辈人。那玩意儿喝水都没有啥好水，都浑当当的，都干啥的？谁吃也啥，住芦苇棚这能有啥好啊？住啥棚？芦苇棚这都是席棚子呗，都是。甘达磊席棚。那边人。哦，甘达磊席棚啊，知道。知不知道？啊，我知道。昨儿在那个鞍钢游泳池那有个大爷给我讲了啥叫甘达磊了。啊，对呀，
呀，甘拿来就是说，突然买吃过去来的啊，甘拿来。那您是在这儿结的婚，还是在老家成的家？那玩意儿已经都登记了，就没结婚。登记了，那你爱人跟你一块儿来的？啊，一块儿来的呗。哦。好，我得回家做饭了。哎，好，哎好，哎呀，他们懂得多一些。哎，大爷，我们是拍这个三线故事的，想找一些当年参加三线的故事。三线见什么？我们才是见证者啊！你们是见证者。那个时间说招工的时候，说是那人叫渡口2号信箱，渡口在哪个地方哦？最后才知道，在攀枝花那个地方。不是渡口大桥嘛？以后90几年才改成攀枝花市，以前叫渡口市。哦。这就是穷山恶水。啥都没有。这就是全是种大烟。过去。这种的生活可艰苦了。他们使用的火柴都没有火柴，靠打火石。我也是听说，解放前不是解放四川的时候嘛，胡宗南的部队往那边败退，从西昌那边往云那边败退。不是有一部分那个国民的军队已退到金三角了嘛？现在还在那个地方，驻据点在缅甸那边。这个地方以前没建设攀枝花以前，基本上人员都是很稀少的，就是少数民族，就是彝族。你看到我们的那个电船汽车，他们都不认识，不知道。一看到那个电窗开得嗡嗡的，想这个东西要吃多少草，要吃多少粮食的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你说落后这个程度，都是慢慢的受外界的影响，受大家进来的这些人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攀枝花基本上是移民城市，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有。弄上米饭，哎呀，就这种瓷砖雅间儿，你们小时候见过吗？就我们济钢那边，这是瓷砖雅间儿，这都是90年代左右出现的啊。这是啥呢？这是这个潘岗老小区里面的一个老馆子，叫好大妈，我老记成老相好，不是叫好大妈，哈哈，我错了啊，对不起好大妈，我老记成老相好。就这个就是非常有钢厂的这个特色啊。这个鱼烧的好吃，它这个汁儿烧的，你看这汁儿看着油油的，你吃起来很香。过过油的鱼，完了之后再弄上这个很油的汁儿，图的就是一个香。这个菜叫土豆煎牛肉，
平底锅，一半土豆，一半牛肉，一半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。其实这个菜吃起来土豆比牛肉好吃，还有就这边的土豆就倍儿好吃。这为啥？冬天的时候太阳下山就几度，太阳一出来都能到20-30度的气温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就造就了这个土豆格外的好吃。它里面你看它这个煎出来的，带点这个焦脆，完了之后呢，又有油泡了之后，就是辣椒跟牛这个油泡又有软软。这个菜干煸土豆丝，把土豆丝煸成一张饼，脆。你这塞进去之后，第一口是个酥，是个脆，然后是这个香。其实就这种厂子里的馆子，你吃的这个东西，它不是一个你吃的绝对不是一个精益求精，你吃的一定是在味道跟经济之间的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均值。你这样的话，你才能在厂区里面生存下来，因为你面对的是这个工人阶级啊。其实今天在这个馆子里吃的时候，就这一趴是我强行要加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我一个刚厂子弟而言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太熟悉了。就是你现在走到这个小区来的时候，你看到的很多都是准备拆迁的楼，都很破败了。包括你来这个馆子，就这样就这个瓷砖贴一半椰汁加个空调，就这种的，这是我在成长环境里中特别深刻的记忆。今天我们来这儿的时候，它可能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馆，但是你很难想象的是，可能在那个黄金的年代，在这样的包间里会有着怎样的觥筹交错，会有着怎样的热闹，这些已经都随着时代过去了。当然在那个时代你也很难想象金沙江的水会有多浑浊，或者这边的空气会有多呛人，现在这里也都变了。所以说时代在变，然后时代赋予每个人的使命和赋予每个城市的使命也都在变，每个城市的定位也都在变。过去金沙江早2年那是不毛之地，都没有攀枝花这个地方，再后来它是一个这个生产矿产生产钢材的地方，那再到现在它成了一个生产热带水果，一个康养大市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这旁边的金沙江咋说，叫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时代变了环境变了，其实跟英雄相比，我觉得有那么多，就像在厂区的这些凋零的老人一样，那个年代的故事，那个时候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所以我觉得如果跟这些普通的这种老百姓相比的时候，那出师表顶多算是向上管理做得好，但其实推动历史的、推动这些变迁的，还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。所以最后这一趴我一定要在这吃顿饭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就这种钢厂子弟感受到的这种变迁感这真的是很难表达的。这就是我们这一集攀枝花的故事了。其实作为一个80年代出生的人，我对于父辈的感知也已经只是皮毛。毕竟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就被称为生在蜜罐里的孩子。现在回头去看20世纪60年代，即便是在影视剧里也真的很不同。60年代的香港，苏丽珍和周慕云每天下班可以吃到馄饨，彼此在猜测要不要给他烧一碗黑芝麻糊。60年代的纽约，广告狂人们已经开上了汽车，住上了别墅。那个时代的中国人，在用他们的青春和芳华，在难以想象的困难里，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打下了基础。他们才是长江边上真正的英雄。就像这攀枝花市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画作，三线的故事从群像来看可歌可泣，波澜壮阔，可是从个体去看，充满了付出与无奈。没有一个鲜活的灵魂不渴望幸福与安逸，就像没有一个祖辈真的喜欢啃鱼头吃剩饭。或许有人觉得他们不值一提，可是他们是我们的祖辈，是中华民族的缩影。王奶奶，给你带点羊肉。在这里向他们
向每一个为了时代奋斗过的中国人致敬。它咋还加丝儿啊？好吃，贼好吃，你们都尝尝。一人一个啊，就差小花了，小花。これが東京。他们生活挺魔幻。继续往前走吧。我操！嘣！泰国人回国球的是什么？可以赚大钱。All out of this machine. All right. 都是穷人，我也是。谁骑在师傅身上？哎，跟没拼嘛！我早点回家。